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師，歡迎大家來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學習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號，今天是星期二，我們來聽故事吧。好，歡迎各位同學來聽我的直播課，記得幫我點讚支持老師。你也可以把老師的頻道分享給你學習中文的朋友們。好，那今天的故事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中國成語故事哦。那這個成語故事呢，現在還是很常用到，但是老師希望你們知道這個成語背後的故事，非常的有意思哦。好，那今天就不跟你們打招呼了，我們就直接開始吧。今天要講的成語故事是濫竽充數。濫竽充數，好，濫就是不好的，哦。竽是古時候中國的一種樂器古代的中國樂器所以現在比較少人會吹奏這樣的樂器了。好，充數的意思就是這個東西沒有那麼好，但是沒辦法，因為呢我就將就一點，勉強的去用這個東西，所以我就會把這個東西拿來充數。充數，好，比如說你要10個蘋果，但是呢你只有8個，另外2個是爛蘋果，不好的蘋果，爛蘋果。可是你需要10個蘋果，所以你就把那2個爛蘋果拿來充數，變成10個，因為你需要10個。你有8個好的蘋果，有2個不好的蘋果，沒辦法，你需要10個，所以這2個蘋果就把它拿過來充數，因為你需要10個蘋果好，所以這個是充數的意思。它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你拿不好的人或不好的東西來湊數，把這個數目湊齊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故事。哇，好多同學來，歡迎你們。好，以前中國有一個皇帝叫做齊宣王，他非常喜歡音樂。好，那皇帝以前中國的統治者就叫做皇帝好，那麼這個皇帝我們都叫他齊宣王。好，沒關係，知道就好了，因為以前中國的每一個皇帝都有自己的名字，都有自己的稱號，那這个你們不需要去記它好，他非常喜歡音樂，你們喜歡音樂嗎？理查老師非常喜歡音樂好，那麼我們看一下後來發生了什麼事齊宣王特別喜愛竽的聲音。竽是一種古代樂器，聲音洪亮，能療癒人心。對，沒有本領的人混在有本領的人之中好，那齊宣王這個皇帝呢，他特別 especially 非常非常喜歡竽的聲音。好，那各位同學，如果你不知道竽這種樂器是什麼，這裡老師給你一張照片。這個就是古代的中國樂器，叫做竽。好，那現在很少人會吹奏。好，你們知道吹奏嗎？就是用嘴巴去吹這個樂器，現在很少人會吹奏竽這種樂器了好，那竽這種樂器呢，它是古代的中國樂器，它的聲音很洪亮，很好 Mandarin 吹奏洪亮就是很大聲很響，那個聲音可以傳得很遠，而且很大聲洪亮。洪亮這種形容詞呢，你可以用來形容男人的聲音，有的男人的聲音很大聲，可以傳到很遠的地方所以你也可以說哇，這個男人的聲音很洪亮。一般來講，我們說一個人的聲音洪亮，指的是他很有精神，很有精神好，所以有一些老人他的聲音很洪亮，那表示他很有精神，
他還很有力氣啊，所以你可以用洪亮形容男人的聲音啊。好，能療癒人心。我覺得療癒這個詞很棒，就是它可以治療你的心理。什麼意思？叫治療心理，就是會讓你的心非常放鬆，讓你感覺沒有壓力，把你的壓力釋放出來，讓你整個心情很放鬆。那這種感覺就是療癒人心。你們覺得什麼東西是療癒人心的呢？我覺得比如音樂，有時候讀一本好書也可以療癒人心，有時候跟朋友聊一些很有意義的事情也可以療癒人心啊。療癒人心就是你會覺得心裡非常的舒服，好像心裡的壓力都被釋放出來了。如果你的心好像生病了，那療癒人心的意思就是你的心裡不再覺得受傷害了啊。可以很好 C 控說打坐，好，打坐可以療癒人心，可以吧？可以哦，可以。我覺得音樂啦，然後閱讀，然後一段很好的交談溝通，這種都可以療癒人心哦。有時候聽下雨的聲音，對，也可以療癒人心啊。Brenda 問說，洪亮是好的意思嗎？是的。洪亮是一個比較正向的詞彙。如果你說這個人聲音洪亮，一般指的是好的，他很有精神，很健康。可以吃好吃的食物可以療癒人心。如果這個蛋糕很好吃，巧克力的口味，吃下去你會覺得好舒服哦，壓力都釋放掉了。當然吃蛋糕可以療癒人心。你們很會想象哦。好，我們繼續往下看哦。齊宣王不喜歡一個人吹竽，而喜歡300個人一起合奏。好，齊宣王喜歡聽竽的聲音，可是他不喜歡聽一個人吹，他喜歡300個人一起合奏。所以呢，會有300個樂師。好，樂師就是古時候我們叫音樂家，我們會叫樂師。古時候的樂師就是現在的音樂家啊。那齊宣王不喜歡聽一個人吹竽，他喜歡聽300個人一起合奏。什麼叫合奏？就是大家一起演奏一段音樂大家一起演奏perform together。大家一起演奏，很好。樂師鋼琴的聲音也可以療癒人心，當然可以好，這裡的而有點像是 while 的感覺 ，while 這個而有一點是講一個相反的狀況，好 ，Mandarin 說洪亮是像洪水一樣，不是，這裡的洪並不是指洪水，這裡的洪指的是大的感覺。大而廣闊的感覺叫洪並不是洪水的意思好，那我們繼續往下看。每次演出時，300名樂師站在一起，場面十分熱鬧。好，當然因為有300個人站在一起吹奏竽這個樂器，所以那個場面一定非常的盛大、熱鬧。然後那個竽的聲音一定可以傳得很遠很遠，對不對所以齊宣王會非常開心，因為他很喜歡合奏好 ，OK， 好，演出就是表演的意思每次表演時，每次演出時，特別我們用演出的時候，我們指的是公開性的表演 ，public performance。所以以後當你看到演出的意思就是表演的意思，但是是指公開的表演，好，合奏就是大家一起演奏合奏不是合作演奏，是大家一起演奏，很好，盛大好，我們繼續往下看。有一個叫南郭先生的人。好，這是我們今天的主角叫南郭先生。
根本不會吹竽，可是他聽說在皇宮當樂師工資很高。好，南郭先生這個人他不會吹竽，他根本就不會這個樂器啊 ，not at all， 根本不就是 not at all， 一點也不，他一點都不會吹竽這種古代樂器。可是他聽說，對，公開 public， 對，他聽說就是聽別人說，他聽說在皇宮當樂師工資很高可以薪水很高的意思好，所以我覺得他在動歪腦筋，他想要偷偷的進入皇宮當樂師。可是如果你是一名樂師，你一定要會樂器，可是他根本就不會吹竽好，那麼我們繼續往下看發生了什麼有趣的事情南郭先生心想，如果有300個人一起吹，我不會吹，應該沒人會發現吧好，所以我覺得南郭先生有一個計劃，他想要混入這300個人當中，假裝他會吹竽好，如果有300個人一起吹，大家都在吹，那我假裝我在吹，其實我不會那沒有人會發現吧？沒有人會發現吧？對，動歪腦筋他現在有一個計劃，他在動歪腦筋。你們覺得南郭先生聰明還是笨呢？我覺得他有一點點小聰明。我們中文會說有小聰明。什麼叫小聰明？就是你以為他很聰明，但是其實沒有他這個聰明是投機取巧的聰明不是真的智慧的，不是真的聰明好，我覺得我可以說南郭先生有一點小聰明，他有一點小聰明好周圍的樂師會好，我們繼續往下看就知道了好，於是他到處吹噓，我是全國最好的吹竽高手。好，所以呢，他到處告訴別人說我很會吹竽耶，我很厲害，我是全國最好的吹竽高手。在實力面前是裝不了的，对不对？好，到處就是這裡也說，那裡也說 ，everywhere 吹噓就是吹牛吹噓就是吹牛的意思，就是你說一些你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你把自己說得很厲害、很行、很棒，這個就是吹牛或你可以說吹噓好，我是全國最好的吹竽高手，他根本就不會吹竽啊，對不對好，我們繼續往下看官員相信了他，就讓他加入樂隊。那這個官員也有一點太扯了吧？官員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政府的官員 government official 官員，政府官員或者是皇宮，以前的話是皇宮的官員，官員相信他了耶，所以就讓南郭先生加入 join take part in 加入，這個很好的詞加入be part of a group 加入樂隊，太扯了，對不对？好，樂隊這個詞我們現在當然是很常用的，就是 music band， 可以是樂隊一般來講現在也很常用就是這個演奏的，有很多樂器大家一起演奏的樂隊樂隊還沒有吹就相信了這只是個故事嘛好，那南郭先生就進入了這個樂隊當中，他就成為了一名樂師，靠他吹牛的本領，他很會吹噓，他很會吹牛五月天是樂團林子，五月天不是樂隊，樂隊是音樂的，彈奏各種各樣，這個團體有很多人，
可能每個人都彈奏不同的樂器或演奏不同的樂器，五月天或者是披頭四這種，我們叫它樂團不一樣啊。好，我們往下看。從那以後，每次演出時，大家認真吹竽，南郭先生卻只是拿着竽裝樣子。好，所以呢，這個樂隊裡面有300多個人，大家很認真吹竽，所以根本沒有人去管南郭先生，大家要很認真的吹竽給皇帝聽啊，所以大家都沒有時間分心，沒有人管南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實根本就不會吹竽，他是假裝的 pretend 假裝他會，所以他拿着竽裝樣子。什麼叫裝樣子呢？就是你根本就不會或沒有這樣的本事，但是你假裝你會，裝樣子啊。比如說，或者呢，可能有一種情況，你根本就不喜歡這個人，但是因為某一種原因，你必須要假裝喜歡他，所以你就假装跟他很好，裝樣子而已，你不是真心的。一般來講裝樣子就是你假裝做一件事情，但是你不是真心的不是真心的好，所以有時候做一些我們不喜歡做的事情，但是你又非做不可的時候，那你就会装樣子，假裝你會，假裝你喜歡，假裝你要，這個都是裝樣子本色，本色可能指的是你本來的個性，本來你的人是怎麼樣的人，這個我們會說本色意思是不一樣的好 ，OK， 好，所以這個我們叫混水摸魚，蒙混過關還有2個不同的成語，第一個是南郭先生他蒙混過關了，他假裝，而且他成功了，因為沒有人發現，所以他蒙混過關了，而且他在裡面混水摸魚，混水摸魚就在裡面混我們中文說摸魚就是去混日子、混時間好，蒙混過關，不是這樣寫秀秀有沒有人會寫蒙混過關？好，我寫給你們看好了很好，蒙混過關蘭墨寫對了。我不曉得簡體字是不是沒有木字旁，讓我查一下好不好？因為繁體字跟簡體字不一樣蒙混過關，好，对，沒錯，簡體字是沒有木字旁的所以這個蘭墨寫對了，蒙混過關，蒙混過關欺騙皇帝要殺頭沒有錯，但是呢，皇帝還沒有發現這件事情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南郭先生膽子也蠻大的，他膽子很大，對不對？以前你騙皇帝的話是要殺頭的殺頭的好，我們繼續往下看。好，如果各位同學，如果你寫的是繁體字我們用的是這個蒙不太一樣。繁体字是這個蒙寫繁体字的同學，請你用這個蒙混過關不太一樣的字簡體字就沒有木字旁好，南郭先生搖頭晃腦這個念晃不是晃腦，搖頭晃腦，假裝做出吹奏的動作，看起來和別的樂師沒有什麼不同。他真的蒙混過關了耶，沒有人發現呢。好，為什麼南郭先生要搖頭晃腦？因為他要假裝他演奏的很投入，他很 concentrate， 他很投入專心，所以他假裝好像他真的会，所以他摇頭晃腦好，假裝做出吹奏的动作，看起來和別的樂師沒有什麼不同，跟旁邊專業的樂師好像一樣，好像他很厲害一樣好，所以各位同學你們不要笑他，其實在現代
很多工作的地方，職場也是這樣子。可能有些同事，你可能身邊有一些同事，他也沒有真本領，他沒有真材實料，但是他假裝他很厲害，老闆也相信了。所以各位同學，你不要覺得這個故事是在講以前的事情，古代的事情，其實這個故事啊，現代也是會發生的。你的身邊可能有很多同事，他根本就不懂，沒有本事，他假裝他很厲害，他什麼都懂。你們身邊可能也有這樣的人啊，所以這個濫竽充數這件事情在現代也是會發生的，對不對？啊，好，我們繼續往下看。南郭先生是一位好演員，對啊。好，幾年過去了，他竟然蒙混過關了好幾年，渾水摸魚了好幾年，真不敢相信啊！好，沒有人發現他的秘密，哇，太扯了，對不對？南郭先生心想，這份工作真是既輕鬆又好賺。南郭先生這幾年應該賺了不少錢，因為當樂師可以賺不少工資，對不對？好，好，所以幾年過去了，沒有人發現南郭先生的秘密。南郭先生的秘密就是他根本就不會吹竽啊。好，南郭先生心想，哇，這份工作真是既輕鬆，好簡單的工作。輕鬆的工作基本上你不需要花很多力氣就可以完成，很簡單，很輕鬆，很 relaxing 啊。好，又好賺 both and 既又，你可以說又輕鬆又好賺也可以，既輕鬆又好賺也可以啊。好賺就是這份工作太簡單了，錢又多，你簡單的花一些時間，這件工作就完成了，你就可以得到很多錢了。這種工作很好賺，對不对？那你們覺得理查老師的工作好不好賺？一點都不好賺。理查老師還要準備材料，好辛苦，每個禮拜都要花好長好長的時間準備這些材料。我覺得我的工作既費力又難賺。如果你覺得你的工作要花很多時間，又要常常加班，你就可以說既辛苦又難賺，這個工資很難賺 ，hard to earn， 難賺，不好賺也可以啊，很難賺，很不好賺啊。好，你們的工作輕不輕鬆，好不好賺呢？有的人的工作真的很辛苦，然後呢，薪水又很少，真的不好賺。真的很難賺哦。好 ，OK， 我們繼續往下看哦。後來齊宣王去世了，他的兒子齊閔王繼承了王位。好，齊宣王年紀大了，他死了。那我們用去世了比較有禮貌一點啊，比較委婉一點啊。齊宣王去世了，他的兒子繼位了。好，我們中文可以更簡單的說繼位了啊，他的兒子繼位了 ，like inhabited the throne 啊。好，那如果你要說的比較複雜一點，你可以說齊閔王繼承了王位，齊閔王繼承了inhabited， 我忘記怎麼念了 ，sorry 。好，繼承了王位。那你可以直接說繼位了，他的兒子繼位了也可以啊。好 ，OK，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詞彙啊。你看中國的歷史劇特別就會有這樣子比較難的詞彙出現啊。好，繼位了。好，那藍墨說老師的工作好辛苦，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有高尚品德的工作，對不對啊？Inherited 繼承inherit 好，齊閔王你們不用管這個名字好的，他兒子繼位了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齊閔王也喜歡聽魚的聲音，他跟他爸爸一樣喜歡聽魚的聲音啊。不過他的偏好不一樣，偏好是什麼？就是你特別喜歡的偏好。有的人的偏好是，比如說你們在學習中文的時候，有人的偏好是用字卡學習，有的人的偏好是看播客學習，有的人的偏好是看電視劇來學習中文。所以每一個人的偏好不一樣啊。比如說吃水果，有的人喜歡他的偏好是切開來吃，有的人的偏好是打成果汁吃。所以偏好就是每個人不同的喜好，這個叫偏好。你特別喜歡什麼方法，這個就是偏好哦。好，不過呢，齊閔王的偏好跟父親完全不同。好，這個完全不同 ，totally different， 是很棒的一個表達，完全不同。偏好跟愛好不太一樣，愛好指的是你的 hobby 嗜好，就是你喜歡做的一些活動哦，我們會叫愛好。那偏好就是你在這些愛好裡面，你有什麼不同的方式，你特別喜歡這種方式哦，我們會說偏好，不太一樣哦。好的，那我們都知道哦，齊閔王的父親叫齊宣王，齊宣王喜歡合奏。什麼叫合奏？就是很多人一起演奏。齊宣王是喜歡合奏的。那齊閔王的偏好不一樣了，我們來看看他的偏好是什麼啊？對，青菜蘿蔔各有所好啊。好，齊閔王不喜歡合奏，他跟他父親不一樣，他的偏好是他喜歡獨奏。合奏是大家一起，那獨奏呢？就是獨獨自 alone， 獨奏就是一個人演奏。好，記起來啊。合奏是大家一起演奏，獨奏是一個人演奏。所以齊閔王不喜歡合奏，他喜歡獨奏，也就是說他喜歡聽一個樂師吹奏，他不喜歡大家一起吹奏。好，哇，那事情就嚴重了，对不對？因為獨奏的話，南郭先生就沒有辦法浑水摸魚了。好，我們繼續往下看啊。齊閔王下令，好，所有樂師明天開始輪流單獨演奏。不久，南郭先生也得知這個消息。好，下令就是 give an order， 好，很棒的詞哦。下令，你也可以說總統下令 ，the president gave an order。所以這個現在也在用下令這個詞哦，就是可能是總統，可能是皇帝、國王，他發布了一個命令，我們中文就可以說下令哦。好，所有樂師明天開始 from tomorrow， 明天開始，輪流這個詞很重要 ，take turns。什麼叫輪流？一個一個來，你先來，再來換他，再來換他，一個一個來，叫輪流by terms 好，單獨演奏，好，簡單說就是獨奏，單獨演奏就是獨奏的意思啊。好，不久，南郭先生也得知，好，得知就是聽到這個消息，知道了這個消息啊。好，得知這個消息，那他一定很慌張，對不對？他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他的秘密要被揭穿了。南郭先生的秘密要被揭穿了 ，reveal 揭穿，好，幫我打一下，秘密要被揭穿了，大家要知道他的秘密了，他根本就不會吹竽哦。好 ，Hello Breeze， 南郭先生緊張了起來，糟了啊，糟了，就真的很像那個 What the fuck 那種感覺，對不對？啊，糟了，就是 shit 那種感覺哦。好，我根本不會吹竽，我一點都不會，我根本就不會這個樂器啊。如果輪到我，好，這個輪到我是很重要的詞彙哦。if it's my turn， 如果輪到我
一定會被發現，一定會被發現，而且是在皇帝面前被發現，那我一定會被殺頭，因為騙皇帝是一個這個不可原諒的大罪，是一個很嚴重的罪，一定會被殺頭。好，所以怎麼辦呢？他很緊張，對不對啊？糟了，怎麼辦啊？我根本不會吹竽，如果輪到我，一定會被發現。如果皇帝發現我不會吹竽，一定會把我殺頭。殺頭 ，cut off your head， 殺頭啊！秘密要被揭穿嘍。好，當天晚上，南郭先生悄悄收拾東西，逃離了皇宮。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見過他。他逃走了，逃走了。好，當天晚上，南郭先生悄悄的，就是不發出任何聲音，悄悄的收拾東西。什麼時候你會收拾東西呢？比如說你要出國的時候，你會收拾行李，準備出國了。還有呢，如果男女朋友吵架了，女朋友說你給我滾出去 ，get out of here 如果男女朋友吵架了，那這個男朋友就要收拾東西，滾開，離開這個地方。收拾東西就是 pack your stuff 好，逃離了皇宮，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見過他了。好，那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中國民間中國的成語故事叫做濫竽充數。好，那還有另外一個成語它的意思也差不多，叫魚目混珠，可不可以幫我打出來？魚目就是眼睛，魚目混珠，珠是珍珠珍珠。魚目混珠這個成語跟濫竽充數是差不多的。魚目混珠的意思就是這邊有很多珍珠，結果有人拿魚的眼睛假裝是珍珠放進去賣給別人，這個叫魚目混珠，用魚的眼睛假裝是珍珠放進去，那怎麼可能呢？对不对所以這個是差不多意思的成語好，魚目混珠好，悄悄的，悄悄地。好，艾雲是前面那個是對的，但是也会有很多人寫成後面那個，在比較不正式的寫作裡面，前面跟後面是都可以接受的，但是最正統的寫法，請你寫前面的那個悄悄的，悄悄的好 ，OK， 魚的眼睛，魚目混珠好 ，OK，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問題。对，魚目混珠。問題一：為什麼南郭先生能在樂團裡待很多年？為什麼呢？這個問題問得很好，但是也很難回答，對不對？為什麼南郭先生他這個能夠在這個皇宮裡面假裝他會吹竽這麼久，這麼多年呢？為什麼？好，這題比較難，那我來幫你們回答好了。因為齊宣王他喜歡合奏，對不對？他喜歡聽300多個人一起演奏竽，所以南郭先生可以混在裡面。所以這個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混在300多人的樂隊裡，所以沒有人發現他假裝他會吹，搖頭晃腦，對不對？所以根本就沒有人發現他不會吹竽，因為他混在300多人的樂隊裡面樂隊，記得這個詞樂隊。好，那其他樂師為什麼沒有發現呢？因為其他樂師在演奏的時候非常認真，根本沒有辦法分心，沒有办法分心可以，你也可以說因为他很會假裝好的。問題2：南郭先生最後為什麼逃離皇宮？為什麼？好，古時候沒有 quality control，
沒有品質監管，對不對啊？品質管控啊，對，很好。南郭先生能在樂隊裡待很多年的原因，是因為他在300多人的樂隊裡裝樣子，根本分不出來，很好。好，南郭先生最後逃離皇宮的原因，好，最重要的是齊宣王去世了，他的兒子齊閔王繼承了王位，繼位了。那齊宣王喜歡的是合奏，齊閔王喜歡的是獨奏，所以南郭先生必須在皇帝面前單獨吹竽，那麼他的秘密就會被揭穿了，很好，因為新王可以，你說新王是聽得懂的，因為新王喜歡聽獨奏，那這個南郭先生就會露出馬腳。好，你們有沒有聽過露出馬腳這樣的詞？露出馬腳就是他的秘密就會被揭穿了，這個叫露出馬腳來。好，露出馬腳來哦。好，對，好，你們都答对了哦。因為新皇帝喜歡聽獨奏，南郭先生根本就不會吹竽，所以呢，如果他在皇帝面前吹竽，他就露出馬腳了，他的秘密就被揭穿了哦。好 ，OK， 我們看一下問題3，你能想到濫竽充數的實例嗎？好，實例的意思就是實際的例子啊，實際的例子。好，那在這裡呢，基本上濫竽充數的意思就是第一個，沒有本領的人假裝自己有本領啊。那我說過，其實在現代職場上面，或者你身邊有一些朋友，他就是這樣子，他跟南郭先生一樣，他根本就沒有本領，他没有本事，但是他把自己說得很厲害，我很厲害哦，我中文很厲害哦，我不是母語者，但是我中文講得好流利哦，放心，我可以幫你翻譯。可是實際上他中文很差，你就可以說濫竽充數。哦，所以沒有本領的人假裝是一個有本領的人，然後在職場上他假裝自己很厲害，這種人就是濫竽充數，他根本就不會或者沒有那麼厲害啊。另外一個呢，就是濫竽充數的例子，就是比如說商品，很多商品品質都很好，但是你就拿1個2個不好的商品放進去，你以為沒有人發現，濫竽充數。像我剛剛說的，如果你賣蘋果給別人，你發現客人好像沒有在看呢，10個蘋果只有8個是最好的，2個是爛蘋果，這2個蘋果就是濫竽充數所以有一些商品大部分是好的，但是有1、2個不好，這1、2個就是濫竽充數好，基本上是用在這2種地方那老師剛剛還說了很多相關的成語比如說渾水摸魚還有魚目混珠，這些都是很常用的成語對，大家會發現你身邊可能也有很多人假裝很聰明，假裝很有本事，假裝很厲害，實際上並沒有好的 OK。对啊，就是這個生活中常常遇到好，我們今天呢快速的念一下今天的詞彙念完我們就可以下班了。秘密，秘密，秘密，吹噓。好，你們想一下它的意思是什麼喲？吹噓，吹噓，偏好，偏好。記得要念好，不要念好偏好。工資，工資就是薪水的意思工資。吹噓就是吹牛，對不對秘密就是你不會讓別人知道的事情，就是秘密好，樂器，樂器，樂器，輪流，一個接一個，輪流，輪流。好 ，OK， 希望今天大家有學習到很好、很實用的詞彙。
也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故事。我們禮拜四見嘍，大家晚安，拜拜。